运动相机发展至今，形态早已趋于极限成熟。今年比较有趣的是，在饮食深耕配件联名、GoPro 罕见缺席的一个情况下，似乎只有大疆 Action 系列独自交了答卷，但这份答卷是有代价的。Action 6相比前代贵了400块，结合 Osmo 360极具性价比的一个定价，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大疆在 Action 6系列进行一个成本找补。很多人对 Action 6采用这块1.1英寸的方形传感器表示不解，认为它在常规16:9的构图下画质提升有限。但回看2022年 GoPro 11引入8:7传感器的一个先例，就能明白方形传感器的核心价值是在于后期空间。这也是近年来运动相机堆硬件搞军备竞赛浪潮里 GoPro 唯一一个不可撼动的一个优势。不管大疆是为了平摊 Osmo 360这块定制传感器的一个成本，还是学习前代 GoPro 在保证常规画质相比于上一代有小幅提升下，给创作者更多的后期空间，也算是向前迈进了一步。自由裁切模式是3840x380的分辨率，无论输出横屏还是竖屏的16:9画幅也能保证 4K 的分辨率。当然，如果未来固件能开放更高的分辨率，那就更好了。由于比例是正方形，刚好能充分利用这块前屏进行预览，其他的比例要么会放大裁切，要么就会有黑边。不过说实话，不要指望自由裁切模式能完美的解决所有问题，横竖构图的逻辑本就不同。指望拍一遍就能通吃全平台，很多时候是伪命题。得益于这块方形传感器，现在 4K 模式下能实现360度地平线矫正，之前的 Action 5 Pro 只能做到正负45度。那对于放在相机上或者说胸前坐地人称视角会比较友好。Action 6在更新固件后也能支持到最高 8K 30帧的一个规格，对画面的解析力会有一定的提升。喜欢对画面做缩放裁切的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个规格。不过这个 8K 只能在普通模式使用16:9拍摄，像超级夜景、延时这种是不可以使用。这个1:1的自由裁切模式最高只能拍摄 4K， 这个 8K 模式四周还会有一定的暗角，这会让我觉得这个 8K 会有点鸡肋。建议平时还是使用 4K 拍摄，并打开画质优先，在细节表现与存储成本之间取得最佳平衡。新版的固件单独出了一个人像模式，能够优化肤色。我们可以在视角里面设置平面，这个时候画面等效20毫米，这个视角就跟 Pocket 3是一致的。在自拍时人脸不会变形，不过背景虚化以及背光时候的一个曝光策略跟 Pocket 3还是有一点差距。值得注意是这个模式下无法使用滤镜直出或使用 D-Log-M 拍摄，在多机位混剪时候调色会比较头疼。大疆这次在色彩上也下足了功夫，大有掏空友商卖点的一个架势。虽然没有徕卡的滤镜，但内置的比较出圈的富士 CC 跟 NC 的胶片滤镜，由于这种滤镜是直接烧录在画面，后期是无法修改的。这次的滤镜可以根据当前场景进行一个浓度的调整。那我个人是倾向于在 50% 到 80%， 不至于说颜色太过重。有了滤镜的加持，对于直出党来说是多了一个选择。值得一提是，开启滤镜是无法使用画质优先这个功能，可能是算力不够导致无法同时开启。手势控制和自然广角的加入也让 Action 6变得更好用。我没记错，这好像也是隐私的功能。2倍无损变焦也加入了进来，不过拍摄时无法进行变焦，这一点没有学透友商。2倍的画质跟 Pocket 3还是有一些差距，建议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使用。现在很多人购买运动相机更多的是用来拍摄日常、记录生活，但是传感器尺寸变大带来了前景深问题。大疆给出的是可变光圈的一个解决方案。Action 6的光圈可以在 F2 到 F4 之间切换，在自拍的时候，相机会优先切换到 F4 光圈。这个时候 Action 6的最近焦点距离是20厘米，上一代的 Action 5 Pro 是35厘米。很多人用运动相机自拍感觉到糊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运动相机是泛焦设计，运动相机离自己不够远，或者说还没有到达它的合焦距离。这次的 Action 6的焦点范围缩短，直接的提升就是自拍更清晰了，有种对上焦的一个感觉。可变光圈能不能替代 ND 滤镜的问题，很遗憾是不能。上一代的 Action 5 Pro 是固定 F2.8 光圈。Action 6在收到 F4， 也就是减少1档的曝光，在大晴天下其实也是聊胜于无。所以如果追求动态模糊，还是得上 ND 滤镜。在夜景模式下会开启 F2 的光圈，提升进光量。夜晚的画面抖动的概率会有所降低，但本质上运动相机还是阳光机，画质你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。
它跟 Pocket 3这种还是无法比拟。有色温传感器的 S6 在这种复杂光源下也能做到很好的还原。Pocket 3这边跟现场的一个色温是有一些偏差。这次 S6 依旧只有10比特420的 D-Log M。那我其实挺希望大家把 D-Log 那条曲线下放，或者说给个10比特422也好。那可惜这一代是没有看到。无线麦克风依旧只能连2个，这一点没有什么提升，跳过吧。由于机身大了1圈的缘故，上一代的兔笼是没办法使用的。大家认为这一代的横竖屏切换都可以通过机类进行一个设置，所以直接把横竖屏的一个保护框也给省了。如果你经常磕碰设备，建议还是买个兔笼或者说 DJI Care 比较稳妥。一同推出的还有这个街拍手柄，用超广角街拍我是没有这个水平，所以就不给大家演示了。大疆最应该推出的是变形宽萤幕镜头，不充分利用这块传感器真的有点说不过去。电池跟上一代一样没有更新，之前 S5 Pro 还有 Osmo 360的电池都可以通用。在续航方面跟上一代也差不多，在常用的 4K 60帧打开画质优先模式，在室温23度左右可以一直录到没电。热成像的结果告诉我们不要用手握持，买个手柄会比较好。长时间录制文件会切成几段，这个老问题依旧没有改。还是需要在剪辑软件里面把素材拼接回去。这次加入了安卓互传联盟，可以在机内把素材无线互传到手机里面。S6 还可以支持把机内的素材上传到网盘，这个功能利好出门旅行不想带电脑备份数据的朋友。总结下来 ，S6 更像是一位全能的缝合怪，它吸取了市面上各家友商的闪光点。虽然缺乏令人惊叹的革命性创新，但它的确是目前市场上功能最均衡、后期空间最大的运动相机。我个人从 S4 一直用到现在的 S6，你可以说这一代乏善可陈，但是大疆真的一步一个脚印把运动相机做得更好用。反观那个运动相机的开创者，连续几代都在套娃，那今年干脆就不玩了。在购买方面，如果你追求极致的一个后期裁切自由，需要 8K 的解析力，或者说360度的地平线矫正 ，S6 是一个不二的选择。如果你更在意性价比，而且对上述的新特性不感冒，S5 Pro 在2026年依旧是一台极具竞争力的产品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做得还不错的话，可以给我点个赞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